這場美伊戰事在簽署了 MOU 之後呢，川普就高喊了讓石油流動起來吧。所以呢，接下來看到了伊朗成為了石油的大賣家。伊朗出口总共是呢，最新消息，短短幾天之內，2000萬桶的原油现在全面的在全球世界各地大出貨，重返年賺可以近2兆元的這個石油帝國。那麼另外一方面，伊朗呢，它出口的石油流向亞洲國家，現在說也轉向人民幣結賬，是不是石油美元50年霸權會崩落，進入倒數呢？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做留言。你如果認為說石油美元會逐漸的轉向崩落，那麼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早，可以留言寫2，來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美伊的臨時和平談判，在19日簽署之後，川普第一時間他最重視的就是石油的問題了，因為美國自己內部的通膨太過於高漲，他早就希望可以降低油價了。所以呢，在這一份的協議上面，除了川普承諾說現在所有的戰線上面都會暫時停止，當中包括了在黎巴嫩的戰事之外，他最重視的事情就是趕快把讓石油流動起來，這個是川普最在意的，立刻喊出來。但是川普呢也对这個伊朗做了一下威脅，他說呢，如果最終你伊朗還是沒有辦法跟我們美國達成一個正式的簽署的話，我們美國還是會掌握荷姆茲海峽的，並且呢，從中東地區跟伊朗這邊抽取20%的石油利益，他還是不忘稍微喊話一下。好，在這個川普說讓石油流動起來之後，解封對於荷姆茲的管制之後，立刻看到了這個伊朗方面宣揚啊，美國你這一次真的是慘敗了。這個是來自於伊朗的官方最新的還有媒體大肆的一個宣揚。所以我們來看到美軍一解封，伊朗的石油立刻開始做大出貨的動作。來看到這個出貨到底有多少呢？3天之內狂運了2000萬桶石油到世界各地。再來就是伊朗的哈格島石油這邊終於正式的重啟了。從這個衛星的空拍畫面可以看到呢，這個是哈格島，在它的左側的部分說，這個靠西側的碼頭已經被拍到有3艘超級大型的郵輪停靠在這個西部的碼頭地區了。那每一艘的郵輪可以載大約是200萬桶的原油，現在呢都要往其他的國家去做輸送。那麼哈格島大家都知道，掌握了伊朗高達了90%的原油出口量，所以呢，哈格島的石油重啟對於伊朗來說具有很大的一個戰略上面的意義。那麼再來看到的是呢，這個來自於華盛頓郵報做的一個最新估算，他說呢，一旦這個伊朗已經確立了它石油的這個重啟之後，它如果回到戰前的一個產量，一年是可以石油收入達到600億美元的，換算新台幣啊，高達了1.9兆元。伊朗的石油部長這時候可得意了，他說呢，在後協議時代，伊朗的石油業將為全球經濟帶來龐大投資機會。他喊話說，石油業在伊朗方面，我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實這次 MOU 簽署也被視為說對伊朗非常的有利。除了石油現在正在大出口之外，另外一方面呢，也被美國承諾說呢，會解凍60億美元對於伊朗的制裁，從卡達這邊的制裁開始會還給伊朗。再來就是3000億美元會提供給伊朗的重建資金哦，等等，現在看起來都對伊朗非常的有利。好，我們先來聊一下石油。伊朗在3天之內瘋狂運送了2000萬桶的原油。再來，剛剛特別提到的哈格島這個石油島，現在確立重啟，代表美國圍堵伊朗差不多數十年的一個制裁體系正在親手被自己拆掉嗎？伊朗會不會從被制裁國轉為全球能源市場最搶手的大賣家？委員怎麼看？為什麼我們說伊朗是最大的贏家？大家看看到現在是誰最想簽 MOU？ 是伊朗嗎？還是川普呢？川普用盡了各種軟硬兼施的方法，逼着伊朗上談判桌，不就是因為川普不想打這場仗了嗎？他想抽身，他想從伊朗的泥淖當中抽身，所以不管是怎麼樣屈辱的條件，他都想辦法做一些文字遊戲包裝起來，趕快簽了，人趕快離開就好了。所以我才在講說，為什麼在這場戰爭裡頭，伊朗是最大的贏家。關鍵是伊朗沒有要滅掉美國跟以色列，美國跟以色列要滅掉伊朗，所以只要伊朗在這場滅國之戰沒有輸，他就是贏了。
伊朗從頭到尾就沒有要打趴過美國，他也從頭到尾沒有想打趴以色列哦。所以在這場戰爭，我們最後來做一個計算跟盤點，為什麼我們現在認為伊朗是最大的贏家？除了我剛才講的，到底誰想簽，到底誰怕打？是伊朗怕打嗎？伊朗可能早就準備好下半場等着打了，他還恨不得美國打嘞。因為伊朗的戰略目標恐怕都還沒有完全達到，那你更不要講像剛才小艦長所提到的，連簽個 MOU 的順序都可以讓大家看得出來說，在這一場的這個談判協議過程當中，是誰拜托了誰，是誰求了誰。那麼更重要的一點是，簽完了這場 MOU 之後，我們來盤點一下，當時在這場戰爭發動之前，美國要做什麼？美國第一，他要伊朗政權輪替，伊朗政權有輪替了嗎？伊朗沒有被打垮。第二，他說要把所有的濃縮鈾都收走，用盡各種辦法要伊朗把濃縮鈾交出來。伊朗交了嗎？現在伊朗只保證他不做核彈，他從來沒有承諾說他要把濃縮鈾交出來哦。第三，美國要求說荷姆茲海峽要完全打通。如果照剛才大家說的，未來荷姆茲海峽很有可能收服務費，荷姆茲海峽真的有完全打通嗎？沒有。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會說，在這場戰爭當中，伊朗是最大的贏家？光是美國跟以色列想在戰前達成的幾個目標，他們一樣都沒有達到，而反而他們要去做出更大的退讓，包含像我們剛才在討論的，像這個原油，以前伊朗賣石油要偷偷摸摸的賣啊，他是面對了國際上全面的制裁，他今天賣石油，他一年賺個600億，他可以光明正大的賣了。所以這對伊朗來說，難道不是讓他合理合法的重新回到了國際社會裡嗎？那你更不用講說，以前全世界對伊朗的態度，對伊朗是有一種特殊的成見。可在這場戰爭之後，伊朗是堂而皇之的、正大光明的走進這個國際社會裡頭了。所以其實，在這場戰爭之後，美國跟以色列當然輸了，他們原本的戰略目標一個都沒有達到。而伊朗在這場戰爭當中，他不但挺住了，他卻得到了更大的收穫。剛才永明兄說，伊朗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你現在問問伊朗，這個代價值不值？伊朗可能認為很值，因為我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可是我換到了更大的成果。以後伊朗就是中東的第一大國之一，伊朗是西亞地區的話事者，誰都沒有辦法再小看伊朗了。那麼，如果今天我是伊朗的國民的話，我認為這個代價很值得。好，這個伊朗付出了代價，但是我們也看到他確實拿到了一些更對他來說非常重要的一些戰果。那其實呢，剛剛委員幫我們特別提到了，過去伊朗運送石油要偷偷摸摸，那現在變成是說，光明正大的往外做運送。那剛剛我們也講了嘛，這個《華爾街日報》特別估算的是說，如果回到戰前的水準，可以一年賺進1.9兆元新台幣哦，換算成新台幣，這是非常高的一個金額。再加上荷姆茲海峽未來可能會收過路費，對於伊朗來說，這一次有一個評論是說他賺翻了，真的可以這樣解讀嗎？艦長怎麼看？我們剛剛的提問啊，有提到說，能源出口的這部分呢，那也就是伊朗出口的部分，其實是伊朗要的。那但是呢，我們如果回頭看呢，壓低油價那是川普要的。可是我們現在從伊朗的這一個 MOU 簽訂之後，我們就發現這個雙方互謀其利啊。所以為什麼川普這麼急的要簽？那到底有多少的這個超級油輪或者油輪呢？我們來看啊，這是伊朗石油協會提供的這個資料啊，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白色的這個框框加上紅色的框框，一共22個。那紅色的框框呢是滿載的，也就是14艘。那如果我們看到白色的框框，一共是8艘。那也就是空載等待的要加注燃油的，那這加注石油的這個部分呢？那這個是什麼時候？這個是5月31號。可是呢，我們下面看到的這張，那是今天我們在錄影前我截下來的，也就是22號下午的1點鐘，我們可以看到，超級油輪只剩1艘，其他全跑光了。那為什麼都跑光了？因為通通在急着通過霍姆茲海峽，通過霍姆茲海峽，無論是運往那個中國大陸，或者是運往新加坡，或者是韓國、日本，其實都是在幫這一個伊朗賺錢呢。那另外呢，我們來看到伊朗為什麼那個它真的可以說是贏麻？我們來看啊，這個是從2010年到2026年，我們看到伊朗它的一個
經常賬上面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藍色的部分代表它是從石油上面賺來的錢，那這上面有紫色的一點點的是天然氣的部分，那下面的這個部分呢，也就是它從國外進口的這些各項物資，那我們就可以看從這條黑線上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大部分 GDP 來講都是正面的。那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它這一個經濟結構是靠石油來解決一切的問題。可是呢，我們來看到說，在今年的5月的時候，它出口只剩下201萬噸。那意思是什麼？也就是我們看到戰前的時候，它都達到了6900萬噸。那這麼大的一個落差，也代表其實現在我打通霍姆茲海峽之後，真正的解決了這個伊朗國計民生的問題，但是美國的問題才剛開始，也就是我們之前講的，它怎麼樣來讓這一個霍姆茲海峽能夠暢通，如何的讓它美軍能夠重回中東，那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好，现在川普要担心的事情，还有就是接下來美軍如何重回中東。剛剛艦長幫我們特別提到了，尤其現在波灣國家也很不信任美國可以提供給他們安全保障。再來就是有關於石油的問題，剛剛我們聊了非常多有關於石油，現在也說呢，這一場解封呢也讓伊朗得利，但是對於這個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石油霸權是否已經開始出現了嚴重的允諾的現象呢？尤其是現在可以發現有非常多的國家開始用人民幣來做石油的交易，在中東地區，我們來看到幾個地方。首先呢，其實在今年的年中的時候就已經傳出這個伊朗跟8個國家正在協商說，未來呢，這個我們做石油的交易不要再用美元了，用人民幣吧。現在有說這個伊朗談判的國家有8個，但是目前還不知道有哪8個國家。再來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早就已經開始使用這個數位貨幣，那使用的就是人民幣了。再來就是看到日本跟韓國了，這是最新消息。日本同意呢，傳出來說他們同意使用人民幣來做支付，石油的支付。再來就是韓國了，他們也說呢，已經向美方確認，未來他們進口俄羅斯的石油都會改採用人民幣，或者是用盧布，這些幣值都可以來做計算。再來就是可以看到，美國從它的頁岩油革命之後，實現了能源獨立自主之後，中東就有85%的原油出口其實是流向亞洲的，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後來呢，對於中國的出口更是美國的3倍，石油重心被視為說早就已經從這個美國流向這個東方，我想已經徹底的向東移了。再來，我們就是來看到一些評論了，這個是來自於作者富爸爸，他這樣警告，他說伊朗呢開始接受了人民幣的交易之後，石油的交易之後，對於美元體系帶來重大的衝擊，甚至可能動搖美國數十年建立的美元霸權。其實不只是富爸爸這樣講，另外一個是這個德意志銀行也說呢，美軍基地在這一次的伊朗戰爭當中受損，然後波灣的石油設施受損，荷姆茲被受阻等等，都讓波灣國家開始對於美國是不信任的，所以他們也在思考說，你不能提供我安全，那我為什麼要用美元來做結算來做交易呢？楊老師怎麼看有關於美元霸權在中東的影響力是否式微？這個是剛才你講的一些東西的理想狀態哈，但各位知道，美元霸權、石油美元以及支付體系用美元還是用人民幣，這是3個層次不同的問題。它有關聯性。然後也會有影響到最終美元霸權或者是石油美元的比例跟地位。但是呢，目前看起來，我覺得這一場伊朗的戰爭影響到的不只是地緣政治、軍事，也當然影響到經濟、金融，甚至對美元的信心，以及是否會還是這麼多量的使用美元在做10元的交易，甚至全球的支付系統的美元交易，會有影響。那這個影響會看接下來的這整個談判的過程。不過先要講，大家現在改採用人民幣，那是考慮到接下來會跟伊朗做石油交易的話，那當然伊朗不會去接受美元嘛，所以呢，你就要用人民幣。那因為人民幣有一個 CEIPS 哈，它其實有個系統已經很完整的。那過去這個中國大陸跟中東地區這個做石油跟天然氣的交易，也都是用人民幣或者是數位人民幣做交易。因此，
這樣子的一個跟伊朗買油，包含日本、韓國，跟伊朗、跟俄羅斯買油，它會可能會用人民幣，但它大宗的其實還是跟其他的海灣國家，那個還是用美元。然後呢，送到了東南亞，那這個東南亞的國家呢，其實大部分可能還是用美元體系。是那除非你跟伊朗買，所以現在就是說，你伊朗開始出來的油能夠出來多少，我們不知道哦，因為這取決於這個談判，說不定美國還是施加壓力，然後呢，使得制裁，然後呢，常備管轄，使得別的國家的油，別的國家不敢買太多伊朗的油，因為你要知道，油不是我今天給你買，明天就到，它是個長期的約。那這種長期的約，如果又受到地緣政治，美伊又打起仗來，那不斷掉了。那我臨時哪裡去找這個國際的現貨？有，但一定價格比較高，所以這要很長一段時間了。我覺得這個我講很長一段時間，要半年到1年左右，才知道這個整個情勢。那石油美元，其實第一個，美國本來現在已經是第1大石油出口國，它當然用美元結算。那第二個呢？其實全球的石油的需求啊，相較於以前其實是在減少中。為什麼油價會往下跌？因為供需的問題。因為大家都改用清潔能源或者是這個其他的方式，所以石油的供需會影響到石油美元，沒有像以前這麼的影響關鍵。再加上美國，它現在比如說舉例而言，前一陣子那個 SpaceX 的 IPO， 接下來還有 OpenAI、Anthropic。也就是 AI 的這種硬體到軟體的這些交易，那當然用美元呢，在美國的這個商業體系當中，所以如果你現在說石油美元以前是撐着美元霸權的一個主要的支柱，沒錯，但今天呢已經不如以往，而且呢有別的取代的方式，所以呢現在伊朗成為國際油價上一個公開的玩家了。那等到半年1年確認之後，大家跟他購買。那當然就會用人民幣體系，說明伊朗也會出來另外他自己喜歡的一套貨幣體系，也不一定。所以我覺得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要觀察的地方，但是呢的確影響到美國的軍事地位霸權。那當然一切美元的霸權取決於就是對美國這個國家的這種信任以及它的幣值、它的經濟的信任。那看起來整體的削弱情況之下，那當然就會影響到它的美元霸權、石油美元以及美元的支付體系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